好，各位亲爱的同学，这一段影片主要是要跟各位介绍有关于 SPSS 这个统计软体的一个界面。所以同学现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是我已经把软体打开呈现的一个画面。那各位同学应该会觉得这个画面有点面熟，因为这个画面看起来就很像我们用的 Excel。那其实它的确很像 Excel， 不过它是比较属于商业套装软体，也就是它在执行统计的功能上面来说，它是用拖拉点选的方法来帮你做分析。所以 Excel 当然也是一个试算表，不过呢 SPSS 它可以帮助你做出很多更 powerful 的一个 statistic。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个 SPSS 这个界面的画面，它一开始这边的储存格当然是空白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输入任何的 data 到里面去，所以它当然是一个空白的。那我们比较需要注意的其实是它左下角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左下角的部分它有两个按钮，分别叫做资料检视还有变数检视。好，那资料检视是我们目前呈现的画面都是空白的储存格。资料检视是我们在 key in 问卷的时候，那针对每一个受试者他填答的一个内容去做分析，去做 key in 的动作。那变数检视，变数检视我这边把它圈起来，用蓝色的框框圈起来的部分呢，它主要是做一个编码 coding 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问卷不都是一些文字内容吗？你问人家的题目都是文字的内容，那你要 key 到电脑里面去，你要自己去判读或分辨的时候，你应该要把一些题目的代号或代称放到软体里。这样子的话，你在分析，你比较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分析哪些题目，主要是给研究者本身一个识别的作用，免得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等一下要分析哪些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实例，我们要看一下实例。我们刚才的问卷，我们再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问卷的内容呢，大家已经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这些问卷呢，我们假设你的受试者都已经填答完毕，所以每一个人会针对他自己的不同状况给予不同的填答。所以这边的每一个题目呢，假设都已经回收了，它上面应该是会有答案的。好，那我们回收的问卷以后，要打开这个 SPSS 这个视窗去做 key in 的动作。好，首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已经完成的 SPSS 的资料。好，那当然就是为了教学还有节省时间，我已经帮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好，那实际上来说，这边的变数检视资料理论上来讲一开始是空白的。其实我现在红色框起来的部分，它理论上当然是空白的。那我们是要怎么做呢？我们应该要自己一笔一画的把它打出来。例如说像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栏位，它写的是性别。那这个性别其实是我们自己用手 key 出来的。好，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空白的档案里面，它是怎么 key 呢？我们按这个变数检视，变数检视按下去之后，就像我刚才所讲，它是空白的，所以我应该是在这边按2下，打开我的输入法，然后自己 key 性别，是这样子出来的。那第二个如果叫做年龄，那我就可以打年龄，这样也都是我们一笔一画慢慢 key 出来的。好，那像这个性别，性别不就是男生或女生吗？男生或女生，我们的代码可能分别用1号或是2号
或者是1号，或者是0号，那这种数字的代码，你必须要告诉电脑。所以我们在这个值的部分，在这个值 value 的部分呢，我们应该要帮电脑做一个定义。也就是说，我们这边滑鼠按一下，它会出现一个叫做数值注解。那我们今天如果把数字1当作男性，那我们就要告诉电脑1代表男性，然后按下新增。那2号代表女性，我们就写2号等于女性，然后按新增。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按确定了。所以这样是以此类推。所以你的人口统计变数或是名义尺度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key 出来的。好，那假设说我们除了基本资料之外，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问卷的题项。譬如说这是属于企业声望的第一题，我就打声望1。好，那像声望第一题呢，我们今天要打的这样子的值，打的这个值呢，它就不是属于类别尺度。那像这种企业声望的问题，它是属于连续尺度的，所以从1分到5分，分别代表的是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的5点尺度。所以你要告诉电脑这些1、2、3、4、5代表什么意思。好，我这边做一次给各位同学看，那等一下就可以以此类推。像一是属于非常不同意，所以它是分数比较低的，你要打非常不同意，然后按新增。然后2呢就是不同意，好，按新增。3呢代表的是普通，好，我们按新增。然后4呢就变成同意，再按一次新增。然后5呢就代表的是非常同意。好，这样的话各位同学就明白了。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边这边少打了一个5，刚才忘了按，非常同意。好，那我们按新增，这样子就已经把它 key in 好了。所以以下以此类推。所以你的声望可能还有第2题，我这边只是简单打一下，声望第2题。那这边的值你说这样子每一题都要1、2、3、4、5好像很麻烦，对不对？其实不用啦。像你这个声望我们再打1题好了。其实因为它的尺度都是5点尺度，所以如果尺度的说明是一样，其实你是可以用复制的，它是允许你用复制的。然后呢在下面的空格我选起来之后按贴上。所以你会发现这边的尺度它都已经可以完整的复制下来了。你就不用每一题去 key in。那当然像这种人口统计变数的1号代表男性，2号代表女性，跟那种学历1号代表小学毕业，2号代表国中毕业，3号代表高中毕业，那当然是不能复制贴上。不过呢如果是那种同意度的5点尺度的，你只要 key 一题，你后面呢都可以用复制贴上的动作，你这样都可以用复制贴上的动作，就可以帮你省很多的力气。那当然在左边的空格你可以自己填问卷的题目，看你要填多长都可以。不过基本上这份资料是让你自己分析的，所以你只要自己看得懂这个代号就可以，不需要把问卷里面很长的中文全部都写下来，这样反而有时候会造成视觉上的困扰。好，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先讲到这里。那我们看了这么多，这里是属于变数检视的部分那变数检视，我们把问卷的每一题 key 完以后，我们可以回到资料检视的视窗。好，你可以看到资料检视的地方，本来空白没有东西的地方呢，这里已经有题目了。好，那这里是要干嘛呢？就是让你研究者在 key in 你的受试者资料的时候，你有所依据。所以我们这里呢，跟大家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我们的问卷回收已经回收的完全，而且已经有很多的资料了，所以我们手上或者我们桌上已经有厚厚一叠问卷资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拿起第一份问卷来看一下里面的资料。好，我们看一下
第一份资料里面呢，假设他填答的是男性，他填答的是男性，男性的代号是1，对吧？所以我们在 SPSS 的编码就要勾1，就要输入1。我们回到我们的 SPSS，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要给它数字1。好，那年龄呢？年龄我们这边的年龄是属于开放式的问答，所以这边是一个填充题。假设呢他这边写23岁好了，所以我们就要按照上面的数字写23。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声望1，在企业声望有8题，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他今天呢企业声望的部分，他这边填答是第一题是4分，第二题是5分，然后第二题呢又是填4分。假设这个受试者他前面3题回答的是4分、5分、4分，好，那我们在 SPSS 软体里面就依序给他5分、4分、5分，好，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了解他的填答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好，那我这边只是一个举例，那你就可以以此类推。好，那假设第二份问卷她是女生，女生的代号是2号，好，那她的年龄填的可能是25岁，好，那她声望呢，她可能是勾4分、3分、3分，然后以此类推。好，这个问卷呢的填答呢，一定是从左到右这样子算第一份问卷，然后 key 完之后再拿出第二份问卷，从左到右 key 第二份问卷，然后 key 完之后再 key 第三份，从左到右，都是这样的顺序。也就是说，你的有效问卷有多少，你就要重复这个动作多少次，所以呢，你这样一直把它拉下来，它可以 key 几百份、几千份都没有问题。比较大的问题是，这边都是属于人工的动作，它没有任何的捷径，所以你今天如果用的是纸本问卷，那这个动作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好，那为了节省各位同学的时间，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已经帮大家把这个该 key in 的地方，我们都已经做了一个很完整的编码，所以你看，你网络上所下载我的教学资料，这边的每一个题目的每一个编码，我都已经帮你做好了。那各位同学你要注意，就是以后你的论文你当然是要自己做，你现在这个教学的内容呢，它不可能跟你的论文内容一样。好，那我们编码完以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资料检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都是从左到右，这样子是一份，从左到右，这样又第二份，从左到右，这样是第三份，从左到右，这样是第四份，以此类推。好，所以你的有效样本有几份，这边就要重复多少次。它的确是一个很花眼力跟手指头力量的一份工作，它不是很困难，但是呢很繁杂，所以就是必须要耐着性子来做，因为你一旦 key in 错误，你后面的计算当然是不会正确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份问卷，我们的教学范例这份问卷，你看它总共有几份呢？它有405份的有效样本，代表呢我们当初在 key in 这份资料执行了405次的 key in 动作。好，那这样子的动作的确是会花一点时间，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资料先提供给各位，那以利后续的统计教学的一个动作。好，那大概有关于 SPSS 的环境介绍就到此告一段落，希望对各位同学有帮助，谢谢。